但没想到北美竟然抢先了一步啊！好，那我想各位应该比较好奇，台湾鱼龙究竟会不会导入这个全新改款呢？原厂的答案会是，我们通盘考量中。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那我想对于5、6年级生来说啊 ，Sentra 这个名词啊是如此的贴切，毕竟它满载多少人的青春以及回忆啊！有多少人是当时出社会后的第一台车？回想当中啊，应该有不少的酸甜苦辣，真的是一篇令人感动的故事啊！那其实 Sentra 这台车对脖子来说也意义重大，因为脖子的第一台车也是 Sentra， 纤细的头灯整合了远近光灯，那头灯下方啊延伸了2个黑色饰条，乍看之下你不觉得有点像Peugeot吗？一个字。绝。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结合了 MyQ。那 MyQ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有使用，那就是智慧的电动车库铁卷门。动力上来说是149匹的马力以及20.2公斤米的扭力，搭载重新调教的 Xtronic CVT 变速箱。原厂啊称啊，这次车身刚性较上一代提升了6%，避震器跟隔音也有进行了优化，带来更沉稳的驾驶体验。好啊。第一个就是能不能搞一个 Sentra 的 ePower 啊？我家的 X-Trail ePower 真的超好开的，这点就是呼应刚刚讲了，很可惜啦，北美的 Sentra 其实没有特别针对 ePower 进行设计，竟然只有纯油啊！最后一个最好笑，请问有比进站7代还快吗？然后最好笑是下面的留言，他说：“请问你买车了吗？”谁考？欢迎收看脖子解说，没有错。各位最近应该有 follow 到这个消息吧？那就是北美的尼桑竟然发表了全新改款的 New Sentra， 先炒啦！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当时大家都猜想说大陆应该要先上才对啊。大陆原定的计划是这样子，明年会进行发表，但没想到北美竟然抢先了一步啊！好，那我想各位应该比较好奇，台湾鱼龙究竟会不会导入这个全新改款呢？原厂的答案会是，我们通盘考量中。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好啦，不过也能理解啦，为什么呢？其实台湾的房车市场已经陆续萎缩中了。房车市场的老战友米兹必须 Lancer， 对不对？他已经提早退休了啊。但是各位先不要急着断开这部影片，因为今天这部影片我们结合了4大的解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Sentra 这个仙草它的历史悠久啊。第二部分，我们针对这次的改款进行一些重点分析以及特色的拆解。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评估一下导入台湾的话，究竟会面临到哪些的优势以及劣势对比。最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结合了社群上、网络上，网友们对于这次改款的评论进行一些交流分享咯。好，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Sentra 的历史啊。其实讲到 Sentra 这个名词啊，在台湾市场来说，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从1987年上市以来啊，累积至今，我想应该有超过50多万辆的销售实际啊。曾几何时，应该是单一车款销售记录的保持人之一啊。那我想对于5、6年级生来说啊 ，Sentra 这个名词啊是如此的贴切，毕竟它满载多少人的青春以及回忆啊。有多少人是当时出社会后的第一台车？回想当中啊，应该有不少的酸甜苦辣，真的是一篇令人感动的故事啊！那其实 Sentra 这台车对脖子来说也意义重大，因为脖子的第一台车也是 Sentra， 当时好像是1990多年的时候，代号是 B18 的样子，绰号好像当时取名叫好男人啊。那台车老实讲，就是当时的传奇，经典不败，好开是真的还不错。那路上的能见度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好，接着第二部分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次 Sentra 改款的4大诉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性，第二个就是流线，第三个就是竞速，第4个就是科技。好，那全新一代的 Sentra 延续 N7 的设计语汇啊，那造型更加动感洗练，那锐利的车身线条搭配匀侧的腰线，营造出低重心跟稳重感。那车头拉近看会发现头灯的细节其实很多纤细的头灯整合了远近光灯，那头灯下方啊延伸了2个黑色饰条，乍看之下你不觉得有点像Peugeot吗？一个字，绝。那车尾则是跟上流行啦，换上了横贯式的贯穿尾灯。那原厂公布的车身尺码是4656×1816×1450，那轴距来到了2705。
有到2.7米的标准。另外在解锁车辆时，灯光会展演迎宾模式，那结合方向灯、远近光灯跟日行灯营造出高科技的氛围。另外不得不说，这次在内装上真的提升了非常的多。首先是搭载了熟悉的双12.3寸萤幕，那新世代多媒体萤幕亮度呢，也比前一代提升了2倍之多另外也有电动天窗、64色氛围灯加热方向盘、通风座椅、无线充电板等等。在北美来说呢，是可以做选配的。另外也支援Nissan的 Intelligent Key， 也就是离车时它会自动上锁，靠近时它会自动解锁。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结合了 MyQ。那 MyQ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有使用，那就是智慧的电动车库铁卷门。再来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动力部分美规是搭载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也就是 NA 的动力上来说是149匹的马力以及20.2公斤米的扭力，搭载重新调教的 Xtronic CVT 变速箱。原厂称这次车身刚性较上一代提升了 6%， 避震器跟隔音也有进行了优化，带来更沉稳的驾驶体验。接着第3部分，我们来探讨一下 Sentra 这台车究竟有哪些的优势以及劣势的分析。那我们先从优势来讲好了，不外乎第一个优势，老实讲，尼桑的车以台湾来说 CP 值是真的蛮高的，该有的配备基本上都有，而且常常会做一些活动，甚至会做一些促销，折价空间老实讲是真的很大。第二部分，我想主动安全被动安全驾驶体验的配备上都算还蛮充足的。以现行的 Sentra 也好 Kicks 来说甚至 X-Trail 配备来说基本上不用再另外多选配什么东西啦，都很充足了。那第3个就是乘坐的体验舒适度是真的有，你上的车老实讲是真的还蛮舒服。那我想驾驶体验上是还不错。如果你今天是运动倾向或者是性能倾向的话，我想应该就不会特别去买 Sentra 应该就会跑到 GR 那边去了或者是买福特。在第4个，我想近几年其实在你上的车款来说，内装真的提升还蛮多的。想当时上一代的 Sentra 其实内装上老实说还蛮简约的那这几年的新改款的 Sentra 甚至延续到这次北美改款的这一版内装上真的还蛮有质感的。再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劣势部分。第一个就是加速起步比较慢，这是一些网友都有反馈的那我想 Sentra 这台车如果今天调性本来就是家庭为主的话，这也不完全是劣势因为毕竟每台车的定位不太一样，那它确实可能动力上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足，但是以通勤和一般代步来说算是还蛮够用啦。那第2个劣势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混合动力或者是没有所谓纯电的版本，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竟然还是传统的油而且又搭载 2.0 这是真的很劣势啦，蛮可惜的。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市场偏好啦，其实大家还是琢磨在 SUV、CUV 为主啦，所以房车市场来说，除非真的很有吸引力啦，不然是真的还蛮挑战的啦。那第4个就是品牌形象跟认知的部分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日系品牌房车市场接受度、消费者偏好可能面临认知不足或竞品强势的压力啦。那我想尼桑这几年来说，其实都蛮稳稳的，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的好。我想还是要加一点力度在品牌推广上面让更多的受众去认知到尼桑的产品其实还不错好，接着最后一 part 我们就来看一下社群上网友们怎么来评价这次改款的 Sentra。我觉得有几个评论还蛮有趣的，而且还蛮有建设性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能不能搞一个 Sentra 的 ePower我家的 X-Trail ePower 真的超好开的，这点就是呼应刚刚讲的，很可惜啦，北美的 Sentra 其实没有特别针对 ePower 进行设计，竟然只有纯油那老实讲，这次尼桑在 X-Trail 搭载 ePower 真的很不错，那评价也很好，包含 Kicks 也是，大家一起许愿好不好？看玉龙能不能结合一下那再来第2个要说 2.0 一年税金也就是多了5000多块，那1个月多了400多块。那舒适性提升，那引擎负荷降低，实际使用的油耗搞不好更低那但是会有一些人哀哀叫都花70-80万买车了，一年缴不出5000多的那个税金，那真的是不适合买车了所以其实 2.0 的动力，你说优劣势都有但我觉得普遍来看算是劣势因为你看首先第一个货物税，对不对？2000cc 以下才有5万块的减免。那如果它今天是2000cc 的话，那应该是搭不到这次的热潮。那再来是税金也是个问题每年要多缴这笔钱，真的还是要评估一下啦。
确实会流失到部分的消费者。好，再来第3个重点，美龟是多连杆，其实多连杆还不错啦。多连杆的话，你对于操控上应该是会更稳定一点啦。究竟是多连杆还是扭力梁？就回想起我们当时 Focus 对不对？一开始也是出一个扭力梁，后来多一个多连杆。但是其实老实讲，你如果今天只是代步的话，真的体验不太出来啦。除非你是真的激烈吵架，会很有感。但是今天如果真的只是上下班接小朋友的话，多连杆扭力梁，我想应该不是太大的重点。再来，日产如果要大翻身的话，我看它的引擎啊要改成 1.5T 的涡轮呐，可能它的财务啊对它来说大翻身的机会啊，不然可能就要破产。确实啊，其实现在趋势都是涡轮车，不得不说，像日系车还是维持 NA 啦。我想 NA 有 NA 它保持的地方，涡轮车有涡轮车它好的地方啊。那我想涡轮的技术现在其实也趋近于成熟了啦。要出E-Power了吗？你看又来一个 E-Power 了，开过 E-Power 真的回不去了，太安静，没有里程焦虑，保养也不贵，不用担心变速箱问题。其实 E-Power 这个评价是真的很高啦。我想确实 E-Power 是有不少的忠实粉丝在了。现在这一代重级车是5个 A， 那其他牌是4个 A， 那美规日规有 2.0 选项，自然好开，妥善率高。那台湾的 1.6 啊，动力是略有不同。原本的 1.8 引擎是因为环保的因素停用，可惜了。下一代引擎不知道哪一款。那我在想，原则上应该是沿用 2.0， 不然就是了不起，就是维持 1.6。最后一个最好笑。请问有比进站7代还快吗？然后最好笑是下面留言，他说：“请问你买车了吗？”好啦，这个就开玩笑而已。你还想了解 Sentra 什么东西？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咯。大家一起交流，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